今天晚上打虎了，天上一轮满月，这样的月夜适合于恶虎下山，这样的月夜更适合英雄独行。月光无际无边，月光构成的大背景浩气绵延。武二郎的月夜正是今天的月夜。村子里空了，打鼓场上人头攒动。我们都知道说书人快来了，那只吊睛白额大虫和武二郎沿着不同的道路往景阳冈去了。龙生雨，虎生风，我们全听见了，虎虎生风。这阵雄浑浩荡之风响了1000年了。书案空在月光底下，说书艺人快来了，他即将站在书案面前，让武松与老虎会面。他的白胡子使他的话句句有来头，他的牙一定很好，每个字都咬得结结实实。白胡子老头打虎这一节说的脆亮，一定是他的酒喝到了好处。酒使他成了武松，也可以说酒使他成了恶虎。他自己冷冷地与自己对视，武二郎和老虎的事静静开始了，你分不出胜负。说书人说到武松时气压河山，提到老虎时却又神采飞扬，他谁都不让输。武松和老虎交替着占优，整个月夜被他的扬州话搅得浑浊了，处处是尘垢断枝，处处是草丛狼藉。最后说书人的酒力涌上来了，完全靠着18碗透瓶香。说书人大喝一声，这一声是武二郎的吆喝在1000年之后的回声。说书人提起了拳头，这个造型是武二郎1000年之后的月下身影。当当当，武松只顾打，打到了70拳，那大虫便不动了，口里、鼻子里、耳朵里都蹦出鲜血来，更动弹不得，只剩口里兀自气喘。打鼓场上所有人不敢呼吸，一起张大了嘴巴。说书人不语了，他的秃脑门上汗珠细密。说书人岔开五指，一上一下捋自己的胡须，而后他呼出一口气，我们跟他一同呼出一口气。月亮还是那个月亮，星星也还是那颗星星。武松站起身，摇摇晃晃，浩瀚的天体里处处是武二爷的英雄气。这股英雄气重新涤荡了秋夜，月夜纤尘不动，朗朗乾坤，万里无哀。但是说书人迟迟不来，武松手提了哨棒，迟迟不往景阳冈去。我们等得太久了，去找的人都走过3趟了，回话都一样，说空酒壶还在，就是不见人。人们坐在打鼓场上开始焦急。阿三的邻居四婶站起了身，四处看了看，大声说：凭什么？凭什么？说书的你凭什么？这句话很有嚼头，分量也足，每一只耳朵都听出意思了。打鼓场静下来，四婶的脸在月光下一副天真样，好像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。阿三老婆坐在人群里，人们注意到她脸上的月光变色了，青了，爬过好几条小青蛇。阿三的老婆很突然的尖叫说：臭婊子！阿三的老婆把指尖指向了四婶，大声说：臭婊子！四婶很沉着，她知道队长坐在哪儿，她把脸朝那个方向侧过去，不解的小声说：谁是臭婊子？打鼓场一阵哄笑，猛虎就是在这阵哄笑中下山的。猛虎伸直了2只胳膊，朝四婶扑将过来。四婶一闪，
闪在猛虎背后。那猛虎背后看人最难，吼一声，却似半天里起个霹雳。四婶一个愣神时，那猛虎早揪住了他的头发。原来那猛虎拿人只是一扑一吼一揪。阿三的老婆揪紧了四婶的头发，劈了一个嘴巴，大喊道：“撕烂你这嘴！”四婶有些慌神则个，不住地说：“母老虎骚老虎，母老虎骚老虎！”打鼓场全乱了。队长的老婆却从身后杀将上来，提起拳头打在阿三老婆的背上，一边打一边说：“打打打，打死你这母老虎！”队长老婆的介入使事态复杂化了，这等于说他默认了一件重要事实，一个潜在事实。队长的脸虎下来了，人们退开去，留下一块空，只把队长留在中间。队长的脸有点像吊睛白额。队长一把拉开老婆，厉声说：“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管闲事，不要干涉我的领导工作。你们也别打了。”队长老婆呸了一声，说：“你也就是在外头硬，到了家就软成吊吊虫了。”队长给了老婆一耳光，命令说：“滚回去。”队长的老婆立马回敬了一句：“你滚回去，你滚到小婊子的洞里去。”说书艺人的光头第二天一早浮出水面了，他淹死在打鼓场边的木桥下面，他的白胡须在水面泛起波涛，许多小鱼在他的指缝中间一上一下。普遍的看法是他喝多了，过桥时掉进了河底。这个说法有疑点，这么多人在打鼓场上，他掉下去不该听不见的，他又不是一阵风。富于想象的解释应运而生了，说书人肯定是喝多了，误拿了自己当武松，过桥时看见了水中的满月，以为是大虫的前额，兀自迎了上去。这种说法当然解得通，但过于精巧，离事体的真性总有点远。能肯定的只有两点：一是他喝多了，有他的空酒壶为证；二，他死了，有他的尸体为证。这两点又可以引发出一点：武松提了哨棒没有上山，他没有与大虫相遇，也就是说他没有打虎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武松没有打虎，武松其实也就不存在了。这个英雄传说是一次虚设，至少可以这样认为：武松在扬州府兴化县大营乡施家桥村的小水沟里已经淹死了。